關於這場烏俄戰爭，你一定聽過無數種解釋。有人說這是對北約東擴的絕地反擊，有人相信克里姆林宮是為了俄羅斯族人，還有人覺得這僅僅是一個衰老帝國對歷史榮光的最後眷戀。這些理由聽起來都很宏大，充滿政治博弈的色彩。但如果火力軍告訴你，這些都只是為了掩人耳目的煙霧彈呢？當我們撥開地緣政治的迷霧，看向烏克蘭這片焦土之下，真相才顯露出俄羅斯冰冷而貪婪的底色。據估算，俄軍佔領區控制着價值超過 12.4 萬億美元的能源與關鍵礦產。這不僅是一場戰爭，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搶劫。為什麼俄軍的進攻路線與烏克蘭稀有金屬的礦脈分布如此驚人的重合？為什麼俄羅斯不惜一切代價要攻占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礦區？這一切究竟是為了所謂的歷史的正統，還是為了通過竊取他國的資源來強行續命俄羅斯瀕臨崩潰的未來？普京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叫做同宗同源。在他那篇著名的萬言長文中，他像一位蹩腳的歷史老師，反复告訴世界，俄羅斯和烏克蘭不僅是兄弟，簡直就是連體嬰兒。根據克里姆林宮的敘事，现代烏克蘭根本不配擁有獨立的身份，它只是俄羅斯歷史的一個意外分支。但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火力軍帶你把時間軸撥回到1000年前，你會看到一幅讓莫斯科極為尷尬的畫面。公元11世紀，基輔羅斯已經是歐洲最璀璨的文明中心，那裡的公主遠嫁法國和挪威皇室，那裡的市民通過一種叫做維切的早期議會限制大公的權利。而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呢？很遺憾，那個時候的莫斯科還只是一片只有狼群出沒的原始森林。直到基輔繁榮了數百年後的1147年，莫斯科這個名字才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中。這就引出了一個被普京刻意回避的真相：烏克蘭繼承的是基輔羅斯通過契約與歐洲融合的基因，而莫斯科公國的崛起依靠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邏輯——金帳汗國。在被蒙古統治的幾百年裡，莫斯科學會了另一套生存法則：極度的中央集權，對他人的絕對征服。所以這哪裡是什麼兄弟之爭，這分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在東歐大平原上持續了數百年的基因對撞。為了掩蓋這種暴發戶式的尷尬，俄羅斯甚至偷走了歷史的名字。1721年，彼得大帝為了給擴張尋找合法性，在大筆一揮，將莫斯科公國強行改名為俄羅斯帝國。這就好比一個闖入豪宅的惡霸強行改名換姓，聲稱自己是這個古老家族的唯一後代。如果說改寫歷史只是為了面子，那麼消滅文化就是為了殺人誅心。普京今天的軍事行動更像是對於烏克蘭文化的消滅。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20世紀30年代，那是烏克蘭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被稱為被處決的文藝復興。斯大林很清楚，只要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還活着，俄羅斯的統治就永遠不穩。於是1937年的桑達莫克森林，近300名烏克蘭最頂尖的詩人、作家、劇作家在1天之內被秘密槍決。他們的罪名只有一個：試圖用烏克蘭語思考，試圖保留這個民族獨立的靈魂。看懂了這些，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2022年，俄軍佔領區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修復水電，而是燒毀烏克蘭的歷史書籍，拆掉烏克蘭的紀念碑。普京的坦克履帶不過是沿着沙皇和斯大林鋪好的老路在走。他想要證明烏克蘭不存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物理上消滅那些讓烏克蘭存在的人和記憶。然而，這一層歷史敘事雖然殘酷，卻依然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說抹除烏克蘭身份是普京的執念，那麼埋藏在烏克蘭地段下的巨額財富才是讓這場戰爭停不下來的原因。請打開你的地圖軟件，查找一下那張被戰火燒焦的烏克蘭地圖，把所有主要的交戰區頓巴斯、馬里烏波爾、扎波羅熱、赫爾松把它们連成一條線，你會發現一個巧合：俄軍坦克的推進路線與烏克蘭著名的烏克蘭地段驚人的重合了。什麼是烏克蘭地段？是烏克蘭最重要的資源寶庫，蘊藏着豐富的戰略性礦產、鋰、鈦、稀土元素、鋯和鈾、錳礦床、鐵礦、石墨。這裡是全世界礦產最為豐富的地區。這絕不是巧合，這是一張精心繪製的藏寶圖。在這條戰線之下，埋藏着價值 12.4 萬億美元的寶藏。這裡不只有讓舊工業時代運轉的煤炭和鐵礦，更有着決勝21世紀的命門：鈦、鋰、鈾以及稀土。早在2012年，也就是克里米亞危機的前2年，地質學家在克里米亞周圍的黑海大陸架以及頓巴斯地区發現了儲量驚人的天然氣，其規模之大足以讓烏克蘭成為歐洲第2大天然氣出口國。當時壳牌和雪佛龍等巨頭已經準備帶着技術入場開發，
這對於靠賣氣為生的俄羅斯來說，不僅是競爭，而是滅頂之災。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民主親歐洲的烏克蘭開始向歐洲輸送廉價的天然氣，俄羅斯手裡的能源武器就會徹底報廢，普京的經濟底牌就會被瞬間抽空。所以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普京不僅拿走了土地，還直接沒收了黑海專屬經濟區內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海上能源開採權。這不是為了保護誰，這是為了扼殺一個潛在的商業對手。然後讓我們說說鈦，這是現代戰爭的骨骼，從苏57戰鬥機的機身到匕首高超音速導彈的外殼，再到核潛艇的耐壓壳體，沒有鈦，現代國防工業就是一堆廢鐵。大家知道最有趣的是什麼嗎？俄羅斯擁有世界最大的鈦加工巨頭 VSMPO、AVI-SMA， 這家公司壟斷了全球高端鈦材市場，但它有一個致命的軟肋，沒有礦。在2022年全面入侵之前，俄羅斯雖然能加工鈦，但其境內鈦礦開採難度極大。那麼大家可以來猜猜，他們最大的供應商是誰？沒錯，是烏克蘭。俄羅斯嚴重依賴烏克蘭日托米爾州的鈦礦供應，依賴度一度高達 83%。這下大家能明白了嗎？如果不拿下烏克蘭，俄羅斯引以為傲的軍工產業就會被這一條脆弱的鐵路運輸線卡住了脖子。這對於一個立志復興的軍事帝國來說，是絕對無法容忍的死穴。你制造蘇57戰機和核潛艇最關鍵的原料，竟然掌握在那個你想征服的鄰居手中。普京看得很清楚，這個邏輯鏈條極其脆弱，只要他控制了烏克蘭的鈦礦源頭，他就徹底修補了俄羅斯軍工體系最大的那個漏洞。他不僅能拿走資源，更能讓俄羅斯從一個依賴進口的加工者搖身一變，成為掌握從開採到制造全產業鏈的鈦帝國。這不僅僅是貪婪，這是為了讓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徹底擺脫對他人的依賴，實現絕對的安全。如果說鈦屬於現在，那麼鋰就決定了未來。在全世界壓住綠色能源的今天，鋰就是它的石油。沒有它，就沒有電動車電池，就沒有未來。烏克蘭恰恰被稱為鋰礦界的沙特，在其東部頓涅茨克和中部基洛沃格勒地區，探明的氧化鋰儲量高達50萬噸，是歐洲最大的潛在供應源之一。這就解釋了普京的另一個戰略動機——資源巨制。對莫斯科而言，自己能不能開採這些鋰其實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絕不能讓北約得到它。試想一下，如果烏克蘭加入歐盟並成為歐洲電池產業的後花園，歐洲将徹底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這是克里姆林宮絕對無法接受的噩夢。而且烏克蘭還擁有全歐洲最豐富的鈾礦儲備，以及22種極其稀有的稀土元素，這些是制造 F-35戰鬥機雷達和制導系統必不可少的原料。如果俄羅斯控制了這些，它不僅能自給自足，反過來卡住北約高科技武器生產的脖子。所以哪怕把這片土地炸成月球表面，哪怕讓礦井被地下水淹沒，普京也要確保這些資源不會变成歐洲擺脫俄羅斯控制的籌碼。接下來，讓我們把目光投向馬里烏波爾。俄羅斯在這座城市進行了數個月的戰鬥，難道俄軍只是為了打通路橋嗎？在馬里烏波爾有一家鮮為人知的工廠叫 Ingas， 在戰爭爆發前，這家工廠和另一家烏克蘭公司供應了全球半導體行業 50% 的半導體级氖氣。氖氣是芯片制造光刻機中不可或缺的血液，如果你想制造手機裡的芯片，你就必須用到這种气體。俄軍對馬里烏波爾的毀滅性打擊，實際上是對全球科技供應鏈的一次精確打擊。通過切斷氖氣供應，俄羅斯獲得了一個足以讓全世界科技巨頭坐立難安的談判籌碼。最後，我們不得不提那看似最普通卻最殘忍的掠夺——糧食。你可能聽說過俄羅斯封鎖黑海港口，但這背後是一個由國家機器運作的黑手黨網絡。根據調查報告顯示，俄軍在佔領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糧食洗錢系統，強行沒收烏克蘭農民的幾百萬噸小麥，在敘利亞或土耳其的黑市上出售。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搶劫，這是在用這筆不義之財為前線的導彈和炮彈買單。同時，通過控制糧食出口，普京還能把飢餓當作武器，以此要挾依賴進口糧食的非洲和中東國家，迫使他們在聯合國投票時保持沉默。這是一場赤裸裸的資源殖民。普京坦克的每一次推進，都是在試圖吞併一個足以左右未來50年全球經濟命脈的巨大資源庫。然而，正是这種对資源的病態渴望，正在反噬俄羅斯的本體。因為要維持這台龐大的掠奪機器，普京正在透支俄羅斯最後的一點人口與未來。大家都可能聽過俄羅斯地廣人稀，但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國家正在經歷一場慢性的人口自殺。讓我們看一組冰冷的數據。在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的10年裡，俄羅斯經歷了一場災難性的出生率崩塌。那個時期出生的孩子少得可憐，而這批孩子恰恰在今天到了20到30歲，正是應該正在工作或者從軍保衛祖國的時候。這就是著名的1990年代回聲。現在你可以理解為什麼普京如此迫切了。俄羅斯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去支撐他的大國夢，
這就解釋了這場戰爭中一個極其黑暗的現象——掠奪人口。根據公開報道，自開戰以來，俄羅斯將数十萬烏克蘭兒童強行轉移到俄羅斯境內，並以此為榮。這根本不是所謂的人道主義救援，這是一場國家級的人口收割。普京試圖用這一代烏克蘭孩子來填補俄羅斯那巨大的、無法逆轉的人口黑洞。他不僅想要烏克蘭的礦，他還想要烏克蘭未來的勞動力，來為他衰老的帝國養老送終。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戰爭不僅在殺死年輕人，更在趕走聰明人。自開戰以來，超過100萬俄羅斯精英階層出逃，IT 專家、工程師、科學家，這些人本來是俄羅斯經濟轉型的希望，但為了不變成戰壕裡的炮灰，他們選擇了離開。現在的俄羅斯剩下的只有2種人，一種是拿着步槍走向前線的老人和孩子，另一種是在军工廠裡3班倒的工人。這個國家的大腦已經流失殆盡，只剩下一具依靠戰爭輸血的軀殼。如果你看這幾年的俄羅斯經濟數據，你會覺得很奇怪， GDP 在增長，失業率低得驚人，看起來制裁似乎失敗了。並非如此，這是一種幻覺，經濟學家称之為軍事凱恩斯主義。通俗點說，就是在給一個將死之人打强心針。現在的俄羅斯經濟完全是靠印鈔機和军工廠撐起來的，原本應該用來修路、建學校、搞科研的錢，全部被投入到了坦克廠和彈藥庫。工厂3班倒的生產炮彈，然後拉到前線炸掉。這在 GDP 賬面上是產出，但在實際財富上，這是純粹的毀滅。失業率為什麼低？不是因為經濟好，而是因為勞動力枯竭了。幾十萬人死傷在戰場，上百萬人因為恐懼逃往海外，工廠裡根本招不到人。這種畸形的結構創造了一個只能進不能退的死局。為了維持這種虛假的繁榮，普京必須讓戰爭繼續下去。一旦停戰，軍工訂單瞬間消失，數百萬依賴戰爭生存的工人將失去收入，拿着槍回國的士兵將面臨失業。那個被強行吹大的經濟泡沫會在一夜之間炸得粉碎。所以，當我們在分析這場戰爭為什麼還不結束時，不要只盯着頓巴斯的戰壕。普京已經把自己和俄羅斯的國運徹底綁架在這輛停不下來的戰車上。他創造了一個怪物系統，這個系統依靠吞噬資源來尋找動力，依靠吞噬生命來維持運轉，依靠燃燒未來來保持溫度。對克里姆林宮來說，這早不是一場關於勝利的戰爭，而是一場關於生存的賭博。如果贏了，他或許能用搶來的萬億財富為帝國續命；但如果輸了，甚至只是停下來，等待他的將是內部矛盾的總爆發。當我們終於拼完這塊拼圖，你會發現，這是一場多麼荒誕而殘酷的賭局。普京手裡拿着的是一張19世紀的帝國舊地圖，但他想要搶得的卻是決定21世紀命運的鋰電池和鈦合金。所謂的同宗同源，不過是掩蓋入侵的一層遮羞布；所謂的保護族人，不過是文化滅絕的借口。在這一切背後，是一個衰老的帝國試圖用鐵與血的方式，將那價值12.4萬億美元的烏克蘭地盾強行焊接到自己生鏽的戰爭機器上，以此來延緩那注定到來的人口崩塌和經濟死局。這場戰爭的結局不僅僅決定了烏克蘭的國界線在哪裡，更決定了誰將掌握未來50年全球高科技產業的咽喉。是烏克蘭帶着這些資源擁抱現代文明，還是俄羅斯將他們拖入黑洞，成為新的霸權籌碼？答案不僅在戰場上，也在每一個關注真相的人眼中。這裡不只有硝煙，更有你看不見的底層邏輯。如果你想看懂這個世界的真實規則，歡迎大家點讚訂閱。我是火力軍，下期見。